汴河通，开封兴；汴河废，开封衰。伫立周桥，一眼千年。我们看到的是一座都城起伏的身世。远望汴河，纵横万里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王朝兴衰的秘密。开封和景德镇相隔千里，为何在周桥遗址会出土数量如此巨大的景德镇瓷器？而更让陈天民心存疑惑的是，在这些出土的瓷器当中，又为何会出现这么多的残次品呢？在京杭大运河将南北水运交通打通以前，南方瓷器运往北方，运输和投入成本大于瓷器售价时，商人便无利可图，宁愿将略有瑕疵的瓷器就地废弃。为什么开封周桥遗址会发现数量众多、带有瑕疵的残次品呢？答案就在于去脉。周桥及汴河遗址考古发掘出来的好几万件瓷器，涵盖了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5个朝代的各个窑口，充分体现出当时东京汴梁城的辐射范围之广、往来贸易之盛、城市地位之高。众多瓷器文物的出土，也吸引了国际友人的关注。极乐2022年曾因促进中德交流合作而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，也是一位瓷器收藏和研究者。他曾花15年时间编写《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艺术》，描绘瓷器从泉州港出发后的全球之旅。开封周桥遗址因出土大量瓷器标本，成为极乐向往的地方。这次来到开封周桥，他想要了解中国瓷器的内销之路。我是极乐，陈天民，来自于景德镇陶瓷大学。 From 景德镇。 Yeah, from 景德镇。Yeah. They were so crazy for tulips, so they asked the painters in Jingdezhen, please add a tulip. But the tulip was not common in China at that time, and now we can find very few pieces with a tulip, and this is then already a beginning of cross-cultural interaction. 无论是宋、金还是元、明、清，南方的优质瓷器啊，往北运的。 它的路线呢，从景德镇的一个小支流昌江流域，到鄱阳湖，然后到长江，再通过这个运河运到开封来的。而外销呢，更多的是从景德镇往东南沿海方向运的啊，所以这是2个相反的路径。北宋发达的漕运体系，让景德镇窑所产瓷器既能向内经运河直达开封等中原城市，也能向外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东南亚、南亚、非洲和欧洲沿岸各地。在陈天民与极乐眼中，汴河故道里的成千上万块碎瓷片，恰如一幅幅历史拼图，一点点拼接起一座东京汴梁城。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1大都市，北宋都城东京因水而兴。 伴随着日夜流动不息的运河，天下财富宝货汇聚于此。物质的富足，也让宋人有足够的精力和热情，去追求更美好优雅的生活方式。周桥遗址出土的众多瓷器文物中，就有不少茶盏，这是宋代文人墨客间最流行的雅事。时隔1000年后的现在，茶
又重新唤起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情。宋人讲究茶道，上至皇帝贵族，下至文人百姓，无不雅好于此。或花木扶疏的庭院，或临水清幽的亭台，各取好茶烹煮品评，是为斗茶。茶虽一片小小树叶，却由四面八方进贡而来。据《宋史·识货志》记载，当时著名的贡茶就有龙凤团茶、瑞云祥龙、龙团胜雪、北苑仙春等50余种，全由汴河漕运而来。排在首位的龙凤团茶，产自千里之外的福建建瓯，极其稀有，且价值千金。世人只知龙凤团茶是贡茶，却不知此茶与香的诸多秘密。据称，写下过《天香传》的宰相丁谓，在煎造这款贡茶时，又添加了沉香、麝香等香料，一则让茶味更醇厚，二则能激浮出更美观的茶沫。北宋时期，经由海上丝路，商人们把南亚和西亚的沉香、檀香、乳香、龙涎、苏合等多种香料运抵广州与泉州，借漕运经由汴河，转往开封。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有一家香铺，招牌上写着“刘家上色沉檀碱香”字样。上色是指上等，碱香是乳香品质最上乘者。周桥遗址中出土过一尊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香炉，当年香炉易得，而香料却难寻。香料属于国家管控产品，一尊小小的香炉背后，其实体现着庞大的水陆经贸往来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沿御街南去，过周桥，两边皆居民，沿途皆店铺。宋人有诸般喜好，其中就有4雅：焚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，并不独属于皇家，而是融入了百姓的寻常生活。东京梦华最后在战火中被付之一炬。传世名作《千里江山图》还保留着那种梦幻般的大宋繁华。这幅创作于北宋的重彩画，今天依然青绿相映，让人过目难忘。而它历经1000年，依然色彩鲜艳的奥秘，就在于运河上带来的颜料。漕运的发达带来了异域的珍贵矿石颜料，也为很多艺术家带来了创作灵感。苗伟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，也是重彩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看到周桥石壁上1000年前的海马瑞兽图，苗伟在叹为观止的同时，也激发了自己强烈的创作欲。他要重新用画笔还原一幅海马瑞兽图。曹老师，为什么在周桥这个地方，在河的两岸，宋代的时候来修建这么伟大的一个石雕壁画呢？我个人理解啊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家里边说的门脸、脸面，只有在我们进北宋东京城皇城的这个地方，然后接近我们中轴线，周桥这南边呢是烟火之地的周桥夜市，再往北呢就是皇宫了。人们走到这个地方呢，你又能看到北宋东京城的很多景色，比方说周桥明月啊，比方说相国双钟啊，汴水秋声啊，再加上随堤烟柳啊，这些景色你在这个都能看到。所以驻足在这个地方看的什么？看到的是更壮观的这个石壁。所以说，在这种自豪的同时，还有一份压力，一份责任感。对。千里江山图的技法，海马瑞兽图的视觉，二者要想融合出彩，关键要有好的颜料。这白色要用砗磲，这个是千年不变色的白，特别温润。要是做那个红底子，我们就要用最传统的中国色朱砂，这是红的红宝石，
绿的是绿宝石，然后黑的呢就是碧玺。咱们要把它研磨了以后，把这黑的提出来，准备画黑马。如数家珍的矿物颜料，都是苗伟多年以来积攒的。在他手中，本就美丽的矿石，经过研磨、漂洗、水飞等一系列繁杂步骤，终于展现出最纯粹的原色。那么，它能还原出那个鲜艳华美的大宋王朝吗？自从周桥出土了这两岸的石壁画祥瑞图之后，我去看了好多次。后来就想用中彩画的方式，用贴纯金，用纯正的矿物颜料来表现它，让它更多的呈现出来一些祥瑞气象，让更多的人去热爱宋文化，热爱我们开封。也许，这就是周桥石壁海马水兽的前世与今生。那是东京汴梁的风雅与传承。今天，汴河故道还在历史的深处流淌，推动着开封这座城不断前行。桥与河其实就是开封城的密码所在，也是历史与现实的纽结之处。俗和雅，则意味着开封城的人间烟火，每种生活后面都是文化自信。开河记，就是川流不息的漕运与四通八达的贸易。